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爱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大家好，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那今天呢，陪伴我们一起来保卫爱情的，还有我们其他观察团的老师们。我们的情感观察团当中呢，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呢就是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的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嗨，你们好，我是爱情保卫战的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来帮大家理性分析感情问题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直面矛盾，看透真心，读懂彼此，好好守护爱。再次欢迎我们的艾小宝。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段婚姻当中没有父母的祝福，没有婚礼，甚至户口本都是偷来的，这样的婚你敢结吗？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嘉宾。不值得，我倾尽了所有，却没有得到该有的珍惜。不值得，是我还没做好，辜负了他。是他的沉默和不守护，让我彻底寒了心。是我太懦弱，我现在很后悔没有保护好他。我们掌声有请今天求助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张先生，28岁，广告摄影师；李女士，25岁，医疗销售。各位老师好，二位好，欢迎你们啊！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来我们节目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夏瑶吵架回娘家住了，我想他能回来，别跟我离婚。我是铁了心，我是肯定要和他离婚的，一天都过不下去了。我为了这个家，我付出了一切，付出了所有，换来的就是被他和他的家人轻视和不尊重。你们俩这个结婚的路程还挺特别的，是从偷户口本结婚开始的。对，我们俩已经结婚4年了，然后恋爱了是6年。我的原生家庭吧，属于爸妈对我管束特别严的。我当时也是为了摆脱我的原生家庭，就早早的就出来工作了。大概在大2的时候，我做兼职模特，然后认识了他。他那时候吧是他们公司的摄影师，那会儿就追我，和他在一起真的非常的快乐。因为我的婚姻观念，我就是不图男生钱，我只图快乐，只图情绪价值的一个人。所以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嫁给他。然后我就鼓起勇气和我爸说，我谈了个男朋友，我想和他结婚。我爸那时候就特别的生气，就打了我一巴掌。这意思就是说，好，现在你已经满18岁了，你谈对象你不听我话了，我已经没有义务再养你了，你去和他过去吧。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说的特别好，说让我先跟他领了证，然后让我安心的完成学业，他会养着我。说现在虽然说他是租房子住，他会好好的装修一下这个房子，让我过上好的日子。我妈妈也是被他的诚意感动了吧，就偷偷的把户口本拿给了我，我们俩就偷偷的领了证了。我是先领的结婚证，再领的毕业证。我想就是先跟他领了证，他家里边关系再慢慢缓和。我爸知道我领了证以后，非常的生气，就直接又打了我一巴掌，然后把我所有的东西往家外边就扔，就说你既然这么有主意，好，我就不认你了。我那时候就拎着2个行李箱，我也没有地方去，没有家了嘛。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他那时候就立马过来接我，然后把我带到了他只有40平的出租屋里边。当我去了以后，我发现跟他当时描述的一点都不一样，墙皮都是脱落的，没有厕所，没有厨房，不能洗澡。所以你当时是骗了你女朋友是吗？也不是骗吧，我是想着就是先来我这儿住，我们以后肯定会过上更好的日子。说实在的，我从小到大我是独生女，
那段日子是我出生以来过的最拮据、最穷困潦倒的一段日子，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哎呀苦啊或者累什么的。然后直到他有一天，他跟我提出来说，想让我回去找我爸服软，让我爸出钱去资助买婚房。我为了你和我爸决裂，闹僵成这个样子，你现在为了钱让我去跟我爸服软，你让我怎么想？当时我跟他父母都在一个城市，我们老住在那个小出租屋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况且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并不幸福。那时候就想着，就是他跟他父母关系稍微缓和一下，他父母也能帮衬点我们。所以你缓和关系是为了能跟他爸爸张嘴要这个钱是吗？是的。在他每天这种软磨硬泡下吧，我真的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就主动打电话跟我妈，我说能不能再劝劝我爸。然后大概在半年之后吧，我爸总算是心软了，说只要他能够对我好就认可他了。两家开始见面了是吗？对，我们家也是放低要求了，彩礼也就是意思了一下，给了18800，然后没有婚礼，没有婚纱照。为啥都没有？你可以有啊。考虑到他们家也是刚出了房子的首付，可能会比较困难吧，这些就不要求他了。后来他又跟我讲说，装修钱不够了。我爸当时是给了我20万陪嫁的，我又自己私自决定把这20万陪嫁拿出来用作装修费。哇！婚后他还动不动时不时的持续性的向我要钱。当时公司效益不好，经常拖欠工资，那时候我也是无能为力，偶尔找他要个几百几千的。夫妻之间互相帮忙一下也很正常吧。我不仅要负担我们俩日常开销，其他的也动不动就找我要钱。比如什么会找你要钱？他不是做摄影摄像的吗？新出了一款镜头，要5000块钱，就找我要这个。他并不是说没有镜头用，但是额外要这5000块钱镜头，我真的不想掏这个钱。你满足他了吗？确实给买了，我就想着买个镜头能多赚点儿。那你赚了这个钱，有把买镜头的钱还给他吗？没还。后来吧，他又说天天做摄影摄像，肩颈不舒服，又找我买一个3000块钱的一个按摩椅。哇哦！我说实在的，我真的没有这实力再拿出来这个钱了。但那时候也是傻吧，也是心疼他，最后还是给他买了。干摄像时间长的话，多少会肩膀不舒服，每天按一下确实挺舒服的。你问过你媳妇儿她舒服吗？他从来没有关心过我，他这边花钱太大手大脚了，我自己一份工作根本就支撑不了。我基本上那时候的工作量，早上6点起床拍视频，大概中午这个时间段是出去谈客户谈业务，到晚上连续直播6个小时。我那时候吃不下饭，整个那段时间暴瘦，然后失眠，每天就只能睡1-2个小时。然后我就跟他提出来，我说撑不下去了，想辞职。他那时候给我的反应就是坚决反对我辞职，就是哪怕在我身体出现这些状况的情况下，依然就是让我坚持下去。为啥呀？首先啊，当时公司效益不好，从第一开始3000。你的公司效益不好，关他什么事儿啊？你去干那10几个小时的工作呀。当时我也确实无能为力，家里边主要大头开支也是他。这样的日子你撑了多久呀，姑娘？撑了大概半年吧，身体是真的受不了。就有一天我在地铁站，我等地铁的时候，就突然两眼一黑，就失去了意识了。后来还是地铁的工作人员呀，还有好心的路人把我扶起来。我就在恢复意识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我晕倒了，能不能过来照顾我一下？他给我的反馈是我在忙，你自己找地儿待会儿吧。另外还跟我补充一句，你歇差不多了，赶紧去公司工作吧，别耽误你晚上直播。你晚上要是状态不好，卖的少了，那挣的钱也少了。我就觉得我好委屈啊！哎呦，婚前不图他的钱和他在一起，婚后
房子没有我的名字，我还每个月帮着还房贷，我还拿出我20万陪嫁去给他装修。现在在他眼里，我好像就是个赚钱机器，丝毫不考虑我的身体健康，满脑子都是让我拼命赚钱。我并不是不重视他，他说他在地铁站晕倒，我当时的第一想法就是，你能晕倒给我打电话，你肯定是没事的。你如果有事的话，肯定不是你给我打电话，肯定是医院给我打电话。哇，这个思路清奇合理却无情。后来我就说，咱们再这样真的不是办法了。我说你要么你就跳槽吧。后来他去了另一家比较靠谱的公司，日子好起来了，是不是就两个人的情感也会稍微缓解一点啊？我也跟他谈嘛，我说实在我压力太大了，他把他的1半的工资拿出来贴补家用。他一开始答应的好好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他这个钱上交的越来越少，慢慢演变成就干脆不上交了。挣得多了也不交钱。对，他一直在把他赚的钱给他妈妈。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他就来了个电话，拿了电话去厨房了。我明明白白的听见家里要钱这4个字儿。我姐刚生完孩子，我妈那样照顾，压力挺大的。我寻思着，我父母养我不容易，偶尔给打个1000、2000的。1个月能打几次呢？那你敢说吗？1个月打几次呢？那没细算过，毕竟我父母养我不容易，我想就是留个饭钱就行了。他父母也不容易啊，甚至别说他父母不容易了，他都不容易。他父母更不容易，这姑娘真的，对呀，就偷户口本结婚去。他1个月转几次呀？他的钱基本上就没有在我这儿过，全给家里人了。所以还是你一人养着家。对，我一个人养着我们俩，还养着他爸妈。这个女生真的就像是改善她生活的一个工具，一个工具，对。而且这个工具是不需要去关心、爱护、尊重，然后不需要保修，不需要保养。对呀。我当时嫁给他的时候，唯一提出来一个要求就是，我可以不要你的3金1钻呀，或者说不要你这钱这方面的问题。我只有一个要求，我希望有自己的家，不希望和父母同住。他们当时答应的好好的，但是并不是这样的，时不时的就过来住，一住就住10天半个月，时不时的动我化妆品，看我衣柜里衣服喜欢哪个穿上试试，动我的衣服。活泼吗？对的，我跟他讲过很多次，他的反应是能不能别那么矫情，少点事儿。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我的公公会随便进出我的卧室，就是包括是在我睡觉的时候。哇，不是就那一次？那一次还不够吗？凌晨3、4点我下播回到家，那时候是夏天，穿的就比较清凉。大概凌晨6点的时候，我公公拿着笤帚进来了，哎呀，脏死了，赶紧打扫打扫，就直接推门进了，吓得我就赶紧把被子盖上了，就再也忍受不了了，拎着箱子我就回娘家了。首先啊，这个房子是我父母那边出的首付，我父母那边住几天，我认为没什么吧。当然，那个早上发生的事儿确实，是我的疏忽。他姐姐在家庭群里在那儿说，你媳妇儿又把爸妈给赶回家了。我就觉得他的爸爸妈妈和他姐姐从来没有把我当成自己的家人，一直是轻视我。明白了。那我们接下来也听听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这样一段婚姻的情感还值得保卫吗？不保卫，坚决不保卫。他跟原生家庭的关系走这么近，以及他不断的在把你当一个不需要插电的 ATM 机去蚕食你的劳动结果，以及他一直永远都在说以后，可是你根本看不到以后。对，你选择离开了，我就誓死捍卫你，今天高低不能回头。所以你坚决不保卫？我坚决不保卫。好，波姐保卫吗？我想问个问题，你们俩想怎么样？我是坚决要和他离婚的。你呢？我想保卫这样爱情。那你想如何去保卫？以后少花点钱呗，然后多给他点钱，然后就是我父母来了之后把他们安置好。你怎么安置好你父母？让他们住酒店呀。住酒店的钱谁出呢？是不是又要找我要呢？这羊毛不是出羊身上啊。姑娘，你有没有发现你们两个的家庭不匹配？发现了。
在家庭的经营以及事业的经营上理念也是不同的。对，那我不保卫。好，有请丽丽。我肯定不保卫。你们踩过了所有不保卫婚姻的坑。第一个坑就是错把爱情当作婚姻。对，你认为你找的是爱情，但是你嫁给了现实。然后在嫁给现实的过程当中，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光听他怎么说，没有看他怎么做。当你跟父母出现矛盾的时候，他让你去跟你的父母缓和关系，他为什么不能站出来去捍卫你们的婚姻？所以第一件事情，光看他怎么说了，没有看他怎么做。第二件事情，也是我们很多的女方家庭容易踩到的坑，就是男方买房，女方装修。房子买了可能会增值，而且它是固定资产，但是赋予房子的装修相当于打了水漂。一旦离婚的情况下，那你的装修款有可能都要不回来。第二个，男方的婚后收入和你的婚后收入都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但是他以孝顺的名义把他的婚后的收入全都支持给了他的原生家庭。如果长此以往，就会将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逐步的稀释掉。如果你面临着离婚，你们的家庭财产的可分割的空间就会非常非常的少。好，谢谢一律啊。胡老师，我其实一直有看到男生现在表情啊、眼神啊，对，好像都不太舒服。不是我来这儿保卫来的，你们这一直劝我离婚，就很委屈是吧？感觉有点生气。我想的就是把这个婚姻经营下去，并不是说想着来离婚了。站在你的立场上，我其实是很希望你能够做出一些变化，然后来保卫。但是你只是说意愿上面保卫，这只是一个想法，就很难了。你有想过你自己需要做的点是什么？提升自己，让自己的工资也挣高点，兼职也挣得多点。但是慢慢来吧，你这不可能一口吃个大胖子吧？其实你太太她已经说了，她不追求你的大富大贵，她要的东西你到现在没明白。他当时跟你在一起不是可开心了吗？你想想，那个时候工资只有3000块钱。对啊，那个时候他图你什么呀？是这样啊，我来追问2个细节啊。姑娘，他的家人为什么这样对你？你知道吗？可能觉得没有交彩礼就觉得我不值钱吧。你是一个特别好摆弄的人，嫁进我们家是你求着来的，你不惜和家里闹翻，不管不顾。就一头扎进来了，那他们当然觉得我们的宝贝儿子多有魅力呀，所以他们的姿态是高昂的，是高高在上。对，我今天就要跟他说清楚，不可能再跟他回去了。这个婚我是肯定要离定了。好，我们还有我们非常理性和客观的艾小宝，他是结合大数据的分析，会帮你们评判一下你们的情感关系。有请艾小宝。好的，邵娜老师，经数据分析，这段感情男方问题占90%，女方占10%。男方核心是懦弱无担当，边界感缺失，婚前承诺都的确失信，无视女方20万陪嫁付出，还纵容家人越界，偷偷补贴原生家庭。女方则因过度看重感情，一再降低底线，加剧矛盾，但非根源。建议男方划清家庭边界，用行动弥补。女方坚定底线，若男方不改变，便果断止损，重拾尊严。好的，请2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你们愿意看一看你们过往的一些照片吗？可以。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们过往的瞬间。想到他们2个人裸婚的奔赴，没有这一地鸡毛，这些照片是多么的美好。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潇潇，在你不在的这段日子，我也想了很多。
我以后挣的工资全交给你。我父母那边可能做的也不太对，我以后让他们少来，甚至不来。我以后工资全部交给你，你跟我回去好吗？回不去了，我们放过彼此吧。你这句话说的太多遍了，也没有意义了。你给我回去好吗？小张，现在你的门已经打开了，你可以选择出来，也可以选择不出来。他连我的话都没听完，他转头就走了。他心里边很生气。他生气的点来自于我们没有帮他实现他的这件事儿。对，他是一个非常不愿意自己努力的人。对，那我们看看还有没有改变的一个可能性。3、2、1，请开门。潇潇，我不会放弃的。即使咱们现在没在一起，我还是会持续找你。我相信我们以后会过得更好。好，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可能今天的结果不如你所愿，但希望今天能够开启你另一段人生，加油！那我们整理一下情绪，接下来我们要迎接我们今天的第2组求助嘉宾了。他们在情感路上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呢？哥哥以前很爱我，把我捧在手心，把我宠成小公主。如今他却要和我分手了。他现在就是个巨婴，我感觉不到谈恋爱，我感觉我像在养一个女儿一样。哥哥以前特别宠我，什么都依着我，我不能没有哥哥。我31岁想结婚，他21岁只想着玩，我感觉我们俩走不到一起。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嘉宾登场，欢迎他们。小丁31岁 ，AI 剪辑；小李21岁，摄影师。欢迎你们啊！先说一下今天来到节目的核心诉求是什么？老师，是我要来的。我跟哥哥在一起3年，然后前2个月我就被分手了。想请各位老师帮我劝劝他，让他跟我复合，跟我继续在一起，好不好吗？老师们，这么一说话，我们都不敢喘大气儿了。你平时管他叫哥哥呀？我叫他哥哥。哦，那哥哥是怎么了呢？哥哥，我这次来的话，就想跟他说清楚，让他彻底死心吧。你比他大10岁呢，对哈，怎么追到人家姑娘的呀？是我追的哥哥啊！我是大学的时候在奶茶店兼职，他是我们的奶茶店店长，然后他对我比较照顾。我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小孩，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了久违的父爱，我觉得他是我的理想型，我就向他表白了2次，他都因为年龄差拒绝我了。最后一次我用心准备，拿着花真诚的向他告白，然后他就答应我，我们就在一起了。哇，你这么勇敢啊！之后2个人在一起相处谈恋爱的过程怎么样？
哥对我超级好，他不仅包揽了我的生活开销，而且还特别支持我的事业和我的爱好。因为我是学摄影的嘛，他就直接给我买了1万块钱的相机，然后3万块钱的镜头，还给我买了一个4000块钱的大疆。哇！而且我很喜欢去旅游，还带我去了很多地方旅游，我们去了20多个城市。然后我特别喜欢追星，我每个月都去一次，他给我负责我的门票、住宿，还有我的车票，就很爱我，一直对我很好。这开支可不小啊！哎，先生，您一个月挣多少钱呀？这么花呀？当时一个月差不多7000左右，因为确实挺喜欢他的，他喜欢什么就尽量去满足他。那有没有可能是后来让你给哥哥花没钱了，分手了？应该不是的，他不会的，还愿意把所有钱都给我花的。你每个月追星费用就不少，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呀？因为我之前是学生嘛，我今年才刚开始工作，找一个摄影助理的工作就1000来块。哦，所以你能养活得了自己吗？他会资助我，妈妈也会给我。说实话，你这压力不小吧，小丁？因为他之前在大城市上班，有存款。你不是把哥哥的存款也都花了吧？他给我花的。除了钱的事儿啊，就生活上嘛。哥哥是怎么对你好的呀？生活上他是对我事无巨细的去照顾我的。我是比较挑食嘛，就有一次他做了一个辣椒炒肉，我吃了一口，我特别生气，我说你一个湖南人，辣椒炒肉居然一点都不辣。他听了之后就立马重新去给我做了一个爆炒牛肉，我吃了一口就觉得好开心呀，就是觉得他对我超级好。哎呀，你事儿还挺多。老师你别说我，而且坐不住了。老师别说我，我们不说你，不说你。哥哥对你还有什么其他让你觉得特别感动的地方？他非常包容我的小任性和小脾气嘛，有时候我就脑回路比较跳脱，他下班来接我，然后突然下雨了，当时我说我好想淋雨，他突然就把雨伞一甩，我们就在雨中跑起来了，我觉得好浪漫呀，就像偶像剧一样，我觉得好幸福。结果第2天我们都感冒了。哇！对呀，你想一下，你都31了，有些事儿不能那么疯了。俩人一起感冒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小任性吗？还有就是有一次哥哥下班回家了，然后我就说去逛街吧，然后他就说他今天有点累，然后有些报告没完成，我就特别生气，我就问他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他就说他就好，只能就答应我，就跟我出去了。因为我觉得他确实挺小的，然后我年龄大嘛，感觉让他是正常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小丁你觉得这个感情有点不一样？从感觉他开始不只有感受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发烧咳嗽，想让他陪我去医院，结果他在跟朋友玩剧本杀，他让我自己吃药，他说你自己应付一下。结果那天我确实很难受，然后我就自己打车去了医院，然后当时检查出来是肺炎，要住院。结果他第2天的话，他还要去看演唱会，然后就把我一个人丢在医院里面。你这也不能怪我呀，我不能玩一半就向别人跑了吧，那人家怎么玩？然后演唱会是因为我已经提前订好机票，然后酒店住宿了呀，那我怎么能去浪费钱呢？而且我本来订了3天的行程，我要去旅游的，可是我都没有去旅游了，我直接就第2天跑回来照顾你陪你了呀。他回来是回来了，但老师你知道吗？他第一次跟我说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我们中午吃什么？我当时躺在病床上，不关心我身体，反而第一句话问我们中午吃什么。可是我是有理由的呀，我不是回来了吗？那除了这个让你心寒的事情，还有别的事情吗？我感觉他跟异性没有边界感，因为有一个男摄影师经常要求他拍一些情侣亲密的一些姿势给顾客看。大概就是可能会像这样子吧，就是手搭肩上或搭腰上，或者头碰一下或脸碰一下这种。我说别人就不是占你便宜嘛，他跟我说叫我不要大惊小怪，结果那男摄影师就跟他表白了。可是这也不能怪我呀，我也不知道他会喜欢我跟我表白，我以为就普通同事，而且我最后不是跟你说了，我最后就辞职不干了嘛。那次我真的也受不了了，然后第一次跟他提了分手，他才去离职的。这就是这次说分手吗？不是，分手之后他也一直跟我发消息说他会改。
然后那次我心软了，就同意了。可是老师你知道吗？同意是同意了，但是他整个人都大变样，他就一点都不爱我了，不像以前那样宠我爱我了。怎么变了呢？就是说我们去旅游，以前他给我拍照很开心很积极的，但是这一次让他跟我重拍，因为真的很丑，他就说你别拍了，已经拍的够多了，不要拍了。我就说你什么语气跟我说话呀，我真的很生气。然后我就气得回酒店了，然后他也没下来追我。最过分的是，我一个人在酒店待了1个小时，你知道吗？给他拍100多张照片，结果他一直不满意，我也很生气。今天也把照片带来了，然后大家看一下吧，大家看一下照片怎么样。好，来，哎，好看哎，好看啊！这个表情多好看啊！这都不满意吗？好看，他只是挑了一些好的上来，看他拍我丑，张老师你看，我这看了是个人都生气，我的脸，我天哪，那么丑，100多张里边有一张这样的很正常吧？我都不知道他在拍什么，这个5分身材我都不想多说了，我有这么矮吗？我在你心里有那么丑吗？我想问你，你看，我真的很生气。老师，你评评理，这张照片你看了生不生气？你确实挺矮。老师你矮。我允许别人说我矮，我也允许别人给我拍照片的时候会有几张不好看的。我不允许。小李，你生气的点是什么呀？不好看的照片删掉就好了。可是他本来就应该帮女孩子、帮女朋友拍照片呀。本来就应该这个东西，凭什么呀？本来就是应该，我男朋友就应该给我拍漂亮照片。你不给你老婆拍漂亮照片吗？我拍的照片更丑。那你不爱你老婆，你在你眼里，你老婆就是那么丑。不是他丑，是我拍照片拍的丑，我已经说了。那你在你眼里，老婆就长那样。哎，就是拍不好看，不是那个拍的人的问题，是那个长的人的问题。就是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丑。因为网上都说了嘛，爱的人就会把她拍得很漂亮的，他就是不爱我。小丁刚才说的是第1次分手，那现在这次分手是到底为啥呀？因为我现在年龄摆在这里，我31岁了，然后家里一直在催婚，然后说带他回去见父母，结果他说他不去。我才21岁呀，我见你父母就代表着要结婚，我也不想结婚，结婚也代表生小孩子，我自己都是个宝宝，我怎么去养一个宝宝呢？所以这是你想要分手的一个点是吗？还有一点就是去年我失业了，刚好赶上父母生病，我发现我连2000块存款都拿不出来，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以后我们少去玩，然后多存点钱，结果他跟我说人生就应该及时行乐。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呀，而且我不是跟你说了，你父母生病我很着急，我就直接问我妈妈要，你就不肯，又不准我去，我有什么办法？你好意思，我也不好意思啊，我一个30岁的男人连2000块钱都拿不出来，还要向女方父母要，你觉得我要脸吗？而且老师你知道吗，他居然跟我说我们去旅游吧，你觉得我还有心情去旅游吗？这也要赖我？我让你去旅游是你心情又不好，我想带你去旅游呀。那钱呢？钱从哪里来呢？我都说了我会管我妈妈要的，你又不让我。而且老师你知道吗？他还说了特别过分的话，骂我是寄生虫。你怎么能骂我寄生虫？你知道我听了这个话我有多难过吗？我当时都被你吓哭了。哎呀，那不是骂，那是一种中肯的评价。那这也是难听的话，就是骂我呀。难道不是吗？你从来不存钱，只知道玩，没钱就伸手要。我感觉我不像在谈恋爱一样，感觉在养一个女儿一样。你本来就是小孩子，怎么哪有钱？姑娘，你已经21岁了，21岁在法律上是一个成年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下定决心要分手了是吗？是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俩没有未来，他像个巨婴一样长不大，我感觉自己真的累了，不想再继续了。你不用嘛，我真的改了，我跟你分开这个2月我改了很多，你知道吗？那我不去旅游了好不好？我也不去开演唱会，你知道吗？那2个月我第一次攒下了2000块钱，我给你转过去，你给你父母好好看病好不好？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我真的不能离开你。哎呀，我觉得我们俩观念和年龄差距太大了，而且我觉得感情上如果有了裂痕的话，
再怎么复合的话都会分开的。姑娘，老师，你帮我劝劝他，让他不要跟我分手。如果这个女孩现在就说哥哥我嫁给你，行吗？行，也不行了哈。他们现在情感状态是这样，他们的这段爱情还值得保卫吗？我保卫，我觉得他们俩太合适了哦。一个愿意哄孩子玩儿，一个呢愿意哥哥哄着哥哥玩儿，你俩就是互相哄互相玩儿呢。现在分开的一个点，根本不是你俩合适不合适，是哥哥玩够了。你懂这个意思吗，姑娘？你让自己活成什么样，就注定了你的人生是什么样，是你自己选择了寄生的命运。也许你跟你这个哥哥有未来，也许没有未来，但是接下来你的人生要换一种活法了。你要做一个，我不是要所有东西都要通过撒娇的方式来要的，不靠妈妈，不靠哥哥，靠自己的2000块钱。我希望女孩你能做出改变。我觉得这段爱情，不值得保卫。妹儿啊，真的，我觉得人都是好人，他俩都挺好的。我只是觉得男孩可能稍微有点变脸太快了。女孩不再去看演唱会，并且能够攒下2000块钱，我觉得以她的过往经历来看，她在进步了。但我现在看到一个形象，就是你现在进步太慢了。你当爹当了几年，你突然不想当了这个爹。成年人得学会善后，我觉得你的善后做得不好。我要跟这个女孩子说啊，这段关系不值得保卫。我觉得不应该是男生提出分开，而是你应该提出分开。关系心理学上有这样一个词叫过度照顾就等于过度控制。你的那个哥哥用一种温柔的方式让你没办法长大。一段好的关系它一定会促进你成长的。第二方面的话，他很决绝，在关系里边如果一方一定想离开，再努力都没用的。我觉得如果是看待爱情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可以保卫一下的。但是如果要探讨婚姻的情况下，我是坚决不保卫的。从你们2个人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差距不仅仅是岁数，还有三观、责任、未来，其实都不在一条线上。你还小，你有试错的空间，但是男孩比你大10岁，他可能没有。谢谢一律，我也不保卫。为你好，姑娘，不是我们保卫不保卫，他对你的爱早就灰飞烟灭了。你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没有的吗？是他在肺炎住院那次，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他玩够了，他不爱了。你的可爱对他来说以前是杀手锏，但是你的可爱现在在他看来一文都不值。姑娘，最后我想跟你说的是，为了男人而去改变自己，那不是真的改变，不是真的成长，那叫乞讨。你可以自己意识到我需要成长，这是你为自己改变，而不是为他。希望今天给你上了成长的一课。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艾小宝他对于这段情感关系是怎样判断的。从刚刚2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里女方问题占比 72%， 男方问题占比 28%。 女方以自我为中心，长期欣然理得索取，男方则无底线宠溺，亲手把女友养成巨婴，等到问题爆发才选择分手，既耽误彼此，也让对方陷入崩溃。正如爱情保卫战多次强调，好的爱情是共同成长，不是单向供养。10岁差不是问题，成长不同步，未来不同向才是关键。建议及时止损，各自成长。谢谢艾小宝。接下来请2位站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会给2位看一下过去的瞬间哈，但你们可以选择看或者不看。你要看，男生呢？看吧。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过往的瞬间。
美好发生，怎能不看？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哥哥，你以前那么的爱我、宠我，让我那么依赖你，让我离不开你，你真的忍心抛弃我吗？我真的不能没有你，你别离开我好不好？这3年我不后悔对你好，也真的爱过，但这次我真的累了。你给不了我想要的未来，我也陪伴不了你长大。你放过我，也放过你自己吧，你会找到更好的人。不要。请你们先回到门后，如果选择给彼此一个机会，就请重新回到我们的舞台上。这个结果应该是很明确的了。我觉得他们俩都会出来。不会。男生是在往前走的，倒步子往前，嘴里说的和他身体的是不一样的。对，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他们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吧，3、2、1，请开门。反正我们还在一个地方，我会让你看见我的改变的。我刚才的话白说了，咱不是为谁改变。一段感情当中，2个人一定是相互的。他有他的问题，你有你的，所以你的改变一定是为自己，好吗？好，那祝你开开心心的，享受青春吧。21岁多美好的年纪啊！谢谢老师。再见。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爱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我们下期再见。